在未来的社会里，单身不仅是耻辱，而是直接上升到了违法的高度。单身者都要被集中送到一个酒店里找对象，如果找不到，就会被人变成动物任人宰割。男主大卫的老婆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离开了他，于是大卫很不幸地出现在强制交配的名单里，是强制和别人交往配对。大卫像是一个服刑的犯人一样进入了酒店，他必须在45天内找到合适、互相爱慕的对象。你可别想着擅自逃离酒店，因为一旦你逃跑了，就会变成了非法逃离者。酒店会定期组织所有人去猎杀他们，每猎杀到一个逃离者，就能增加1天在酒店的时间。作为新人，酒店经理跑过来对大卫做了个家访。经理巴拉巴拉一堆，主要就是告诉大卫，小伙子，你要努力改造，争取早日找到对象，重新做人。他还问大卫，如果被变成动物，他想当什么？大卫毫不迟疑地说，他想变成龙虾。经理就问了，你干嘛想变龙虾呀？大部分人都想变成狗。大卫说，如果变成狗，那我岂不是成了正儿八经的单身狗了？经理又追问，那你干嘛要当龙虾呢？大卫说，因为龙虾能活100年，有贵族一样的蓝色血液，而且龙虾能活在大海里，我喜欢大海。酒店里有很多严格而又奇葩的规定，比如第一天他们会把新人的右手靠在身后，以此来提醒他们单身狗有多悲哀。对此，大卫的内心当然是抵制的，简直是惨无人道。其实吧，不管酒店怎么折腾，大卫的内心毫无波动。他虽然也试着和别人接触，但并没有找到心动的对象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离限定的期限越来越近。有人找到了对象，有人被变成了动物，有人跳楼自杀了。大卫一琢磨，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，要不先找人凑合一下吧。他物色了一个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无情冷酷女，为了接近对方，他也把自己装成了冷酷无情的性格。大卫成功和冷酷无情女凑成了一对儿，哪晓得他把自己的狗给杀了。其实这条狗是大卫的哥哥配对失败后变的。大卫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冷酷无情女因此发现大卫是故意接近自己的，他嚷着要向酒店揭发大卫这个感情骗子。一旦被酒店知道，大卫就会变成动物了。没办法，大卫只能逮个机会把冷酷无情女反杀了。随后，大卫从酒店逃到了外面的森林里，并且被一个逃跑者组织收留了。这个组织和酒店完全相反，他们不是强制让你找对象，而是规定所有成员都禁止谈恋爱，也不许撩妹调情，违反者都会被没收作案工具。丛林里的法则是十分残忍和现实的，每个人心心念念的只有生存2个字，其他的都漠不关心。有一天，大卫这个野外生存的小菜鸡被酒店的捕猎者给逮到了，幸好组织里有一个不讲江湖规矩的妹子救了他。作为回报，大卫给妹子抓了几只野兔子。随后，组织要派人假扮成夫妻到城里购买生活用品，因为在城里只要没对象那都是违法的。为了演得更逼真一点，他们在人前还要牵个小手、亲个小嘴啥的。随着接触越来越频繁，两人日久生情。闲着没事儿，你给我背上擦药，我给你打打嘴炮，一来二往的，很自然就把纯洁的革命友谊升华了。没多久，他们就干了坏事儿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，大卫还自创一套只有他和妹子知道的肢体交流暗号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们调情被发现了。他们还趁着进城假扮夫妻的机会，夹带私货，假戏真做，不得不佩服他们。没过多久，两位老司机终于翻车了。就在他们打算要私奔的时候，妹子的日记本被组织给捡到了，而她也很配合的把私奔这么隐秘的事儿写在了日记本上。组织的大姐头得知后，果断把妹子骗到城里，做了个小手术把她弄瞎了。妹子原本是万念俱灰，没想到大卫很温柔地对她说，亲爱的，别担心，我一点儿也不介意，你只是眼睛看不见了，其他生理器官都是好的，一点儿不会影响我们夫妻之间和谐生活的。妹子被大卫打动了，他们还是如愿地逃了出去。临走前，大卫把组织大姐头给解决了。影片最后，大卫为了和妹子有共同点，他打算把自己眼睛弄瞎，而妹子则是略显紧张地等待着大卫。影片到此结束。